我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头了？但我实在是没忍住，我总是想提醒他吧，除了他自己设计的人生之外呢，也要考虑一下别人的心情。他以前和我聊天的时候，就从来都没问过我是怎么想的。哎呀。 好吧，你也许是对的。我刚才打电话给那位阿姨，她在欧洲一个小镇偷偷的结婚了，跟一个水果商人。袁伯伯这一生都不知道，他爱的女人为他牺牲了最想要的东西。初夏，这是沈安第一次主动发信息给我，第一次，而且他以前也不会打这么多字给我。谢谢你。不，谢我干嘛呀？谁跟他聊都能聊到这种效果，除了你。你太在乎他了，你怕说错话惹他不高兴，你怕用词不当显得鲁莽，怕这怕那的，肯定聊不好。 确实是这样的。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，还能 hold 得住自己，总是装大方，装自然。可是到了后来，我就自暴自弃了。那是因为你越陷越深了。总之，谢谢你。通过这次聊天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对我的意向有所改观。你本来就很好啊。他如果看不到，不是近视眼。 就是瞎眼。初夏，我问沈安在吃什么早餐，他说三明治和红茶。你说我该不该告诉他我在吃什么呢？大姐。 不用这个也问我吧，你想回什么就回什么呗。哎呀，可是我怕他不一定关心我的早饭是什么。你不是说置身事外的人反而能交流得比较顺畅吗？哎，你帮我想想啊。你不是特别会做三明治吗？啊？我问他这个？哎，不是，我是说你何若楠。 你不是特别会做那什么鱼肉的三明治吗？你就跟他说这个，顺便跟他说说窍门什么的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又怎么了？初夏真的有用哎，他回我说有时间就按我的方法去试试。哎，如果我说我做好了给他送过去，会不会让人有压力呀？他能说试试，就说明他是一个会下厨的人。你就问问他，你厨艺怎么样啊？或者都喜欢做一些什么呀？啊？ 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马上给他回，你先别挂啊。我，初夏，初夏，你还在吗？初夏，初夏。 我们在质量体系运行方面做的工作：一、全体员工齐心协力，通过质量标准的认证，并取得证书；组织相关部门学习有关程序文件和作业文件，加深对 ISO 9000体系管理精神的理解；对现场审核中提出的6个不符合项，于1个月内整改到位。 并通过赛宝认证中心的认可，对于上次管理评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，初夏，加深了你对体系文问沈安在件的学做什么习和理解。他说正在开会。
本来我就不该回了，可他又补了一句很无聊，你说我怎么办？那你可以讲讲你自己正在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啊？企管征集了各方面对于 RSO 9000系统运行的意见，对于不符合工作运行的部分作业文件进行了整改，并理顺了工作流程。可我也在上班，比他还无聊呢。股份制顺利改制，完成了 RSO。那你就让他试着发现无聊的会议中特别的事情。及时给赛宝认证中心提供了换证资料。对于月底完成证书更换工作，全体员工齐心协力通过了体系标准认证，并取得证书。组织部门学习有关程序文件和作业文件，加深对 RSO 9000体系管理精神的理解。对于现场审核中提出的6个不符合项目，于1个月内整改到位，并通过赛宝认证中心的认可。对于上次管理评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，加深了对体系文件的学习和理解。沈安说，正在发言的员工长得好像一头水牛。为使体系文件能够更好地与实际结合，真正起到不好意思啊。RSO 9000文件的换版工作，及时给赛宝认证中心提供了换证资料，用于月底完成证书的更换工作。初夏，哎呀，你想吓死我呀！妈，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了？让他阿姨接我回来的。累了吧？喝点水啊。不是献殷勤，我非常贴心。罗小，好好做功课啊。干嘛呀？初夏，多亏了你，我和沈安的交流越来越顺利了，而且他还好像有点把我当朋友了。那就行啊，你就把你的心理包袱放下，把他当成我或者二鹏，绝对没问题。可是我反而越来越觉得手足无措了。你每一条给我发的信息都那么自然，我的脑子却是一片空白的，生怕我哪一条发错了就毁了今天的局面。你看我这一条一条的来转述你说的话，太麻烦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把这个聊天软件的账号给你好不好？说什么呢你啊？发烧了？没有，我知道这个听上去可能有点扯，可是事实你也看见了，我和沈岸完全没有那种情侣之间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内容。你这样，你就用这个聊天软件来回复他的信息，然后我呢就每天都看你们的聊天记录就可以。别，这事太扯了。初夏，虽然我和沈岸的交往过程中，我很坚定，可是我也很无助。我不能奢求拥有他的爱情，可是我真的希望更了解他，靠得他更近一点。我一直都没有办法，直到最近，他给我的信息越来越多了，而且讲的事情也越来越详细，所以我知道你可以帮我。若楠，这件事儿，初夏，你说这么多年，我很少开口求你的，对吗？那我把话说在前面，他只要有一条是有关男女之间暧昧或者亲密的话，我马上退出，以后你自己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真好，初夏。
沈哥哥，沈哥哥，啊？怎么了？你牛排再不吃的话，就要从7分熟变成10分冰了。不好意思。好奇怪啊！你们商人之间的沟通不都会打电话居多吗？可从你坐下来开始，信息就一直没有停过。不是工作的事情吧？是何若男。之前还说只要婚姻不要喜欢，现在还不是开始你侬我侬的跟人家说情话？哎呀，你个小孩想什么呢？我们俩谈话的内容可以给任何人看。不是情话，不是情话，那是什么？天南地北，何小姐以前显得比较拘束，最近可能是熟了，才发现她很健谈的。想不到温柔的若楠姐姐还有这样的一面，看来某人要动心啦。你看我什么时候心动过？不过有个能聊得来的朋友，挺不错的。来吃吧。回了，小点声，那么想学习呢。最快乐的事是 Lontano 餐厅开遍全球。什么呀，这是？太没诚意了吧！又来一条。你呢？初夏，你最快乐的事是什么？他问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都糊涂了。傻了吧你？我最快乐的事是什么？最快乐的事，初夏，你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咱们在二鹏的店里喝红酒吗？你是说菲菲跟我当时的上司分手那天？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大，特别圆，风也特别的舒服。咱们就坐在露天的位子上，喝红酒，吃小菜，然后听菲菲讲她那些惊世骇俗的分手故事，笑得乱七八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词，叫岁月静好。真希望永远都可以拥有那样的心境啊！若楠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失去那样的快乐。12天。若楠，他又回了。我好困啊，初夏，你继续聊，明天我再看聊天记录。对，你帮我多跟他聊一会儿，明天他忙起来的时候我就顾上。危险区是什么意思？会特别生气的事吗？我大概比较在意事情有没有脱离我的控制范围。上次去餐厅检查，因为一款配料不对，还大发脾气。以前是不是没有控制好什么事情，才会对这种事尤其敏感？措手不及，坠进雾里，拉着我的神经，再一次你的消息，不留余地，翻天覆地，一
我爱过的一个女人。其实只是或许忽然被提醒，人想高处落地。电影的遭遇，能问问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闯了进去，被回忆碎片攻击。原来我还没有忘记脱离你。很久之前的事了，我没能掌控自己的人生，然后他走了，顺便也带走了我的爱情。可现在这一边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爱情对我来说远得要命。我也在这边。怎么呼吸？不能够靠近，像来自天际。故事里那为什么不去找回来？一个光年的距离，我伸手摸到的都是曾经。有些东西丢了，就等于消亡了，再也找不回来。她已经嫁作人妇，应该过着幸福的人生。故事里的你，一个光年的距离，我伸手摸到的都是曾经。所以你才说，只要婚姻，不要爱情。原来我还没有忘记脱离。有个人说得很贴切，他说世界分成两个部分，那边的人过着正常的金光闪闪的日子，他们会谈恋爱，拥有一份甜甜腻腻的爱情。他会这样，果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。若楠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呀。我不难过，起码闪安他不是天生对感情漠然，挺让人高兴的。不过，真的很羡慕那个女人。人家过着好好的日子，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有个男人因为她不愿意再去爱别的女人。有时候常想啊，其实我们都说不清楚，我们自己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到底扮演着是什么样的角色。就比如说你吧，也谈过恋爱，但也都无疾而终。不过，在那些男人当中，说不定就有一个会永远的记得你，想念你，可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这么说，我在某个人的世界里是残忍的。这个也很难避免啊。同样，在我们生命中残忍的人，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。初夏，你是不是又想到那个人了？初夏，外面有人找。谢谢啊。你在这里工作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最近网站的工作忙得我焦头烂额的，你换了新的工作，也没来好好关心你。再加上我以前承诺要好好的感谢你，所以我决定要请你吃一顿大大的大餐作为补偿。学长，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不生气？
上次丁飞让我送你回家，你可是拉着若楠就跑了。学长，我们俩到底谁更小心眼一点？上一次是真的不用你送。那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很忙啊？没什么，学长接着说。我觉得这顿饭呢，我应该尽快把它落实下来，我才安心。你赶快想想你喜欢吃什么？中餐、西餐、泰国餐？学长，真不用这么客气。那要不你先忙着，吃饭的事情我们改天再聊。我就先回公司了，还有别的工作要做。那也行，你先去忙正事儿，别耽误了工作。逛街的时候看到这个，就想到沈哥哥了，买过来给你增加点生气啊。哎，这个歌舞团来中国巡演啦？啊，刚好承办方有朋友向他们要的，上次没能跟何小姐去看舞剧表演，这次还上。好棒哦！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很想去看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。我再向他们要票。不用，我怎么好意思每次都当电灯泡啊？可以要另外一场的。这才对嘛！沈哥哥就应该和若楠姐姐2人世界。我只是觉得跟他挺聊得来的。你个小孩子不一定能听懂我们的话题，一起的话会感觉无聊。虽然你这句话有点小瞧我的意思，不过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啊。刚才的演出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啊，我第一次看3D 舞剧，很有意思。他们的西贡小姐我最喜欢了，有一年在圣彼得堡看的，可惜这一回他们不演这出戏。是吗？我对这个剧团不太了解。对了，其实今天跟你聊完之后，另一个项目又出了麻烦，处理了半天才搞定。你这么优秀，一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太舒服？我看你话又变少了。有点不舒服，头疼。那就不要吹夜风了，我送你回去好了。